夜幽到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陌生的羁绊，玩到他的体系卡的时候，甚至都不会想到主动去把它开高。像赛季初的永恩是开天降的，午夜红西多是开高擎天卫的，诺手的玩法是拼多多，拉鲁恩要么是拼，要么开高神域，塞拉斯在圣贤里当 C 位，色提是灵魂莲花里的卡，说明大家的感觉是对的。这些个夜幽本地人凑在一起就是很没实力。设计师想必也是知道这一点，所以最近对他的数值进行了加强。现在夜幽的数值已经来到相对来说离谱的程度，4夜幽给到了500护盾，处决18%生命值以下的敌人。假如你是在过渡的时候6人口开4夜幽，相当于全体有3000的不限时护盾。如果有个夜幽单位能稳定高频的触发斩杀，那么敌人的生命值就相当于减少到了原本的82%，单说坦度就相当于吃了5个2费火力。这种强度拿来过渡绰绰有余。6夜幽能让你在9人口的时候开局领先对方9000的不限时护盾，处决更是来到了惊人的25%。这个效果放到任何一个羁绊相关凑起来有实力的阵容里都是核弹级的。刚才我们说夜幽的这几个人凑到一块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开一个夜幽羁绊，不成气候。如果我们不把夜幽视作一套成型度高的阵容，而把它看作羁绊发散的平台，基于这个平台 flex 起来，那只能扬长避短。最有实力的形态当然是6夜幽加一堆5费的优质单卡。来看这段1区王者4无的夜幽95实战表现。这是化学必修2团队测试下来的5转职9级最佳构筑。95的难点在于如何过渡到9级，在有一定过渡基础质量的情况下，2阶段靠2夜幽，3阶段靠4夜幽的强度基本可以做到不掉血。难点在如何在4阶段过渡上9。别人大多数是4阶段大搜启动的阵容，比如豆沙、寒冰、莲华，如果不地牌滑雪的话，很容易被入很多的血。但夜幽的底子虽然在8人口能容纳几乎所有的4费卡，但是你需要面临的问题是5转职如果递不到色体，那么就无法开6夜幽，并且除去6个夜幽单位，能 flex 的位置只有2个。如果只开4夜幽拼质量，那在4阶段往后是无法和别的阵容抗衡的。我比较推荐的思路是4阶段最好不地牌，如果场面质量很差，那么可以小搜一波，有2星拉路恩加整体2星，4夜幽就可以滑雪上9了。这里即使输也不会输多少，递的同时抓一下外面要的4费卡，如果对出来了，我们是可以用的。这里的想法就是，既然我被迫在8级递了，那大家都别想好过。我们是拿夜幽当平台的8级4费卡牌 flex， 来2星辛德拉我也能用，和锤石阿离开3莲华2法师2擎天卫，来2星卡莎我也要了，和霞与芒森开2天龙2决斗2射，前排加里奥和塞拉斯能开斗士，奥恩和掘木能开刑天，主打一个你要的牌我都可以用，你不要的牌我也可以用。当然，迫降8级的对局上限不会太高，能在5-2左右上9，并且剩30以上经济搜牌是比较健康。只要你熬到了9级，开出6夜幽，那么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了。装备方面，能配合夜幽高额护盾拖时间赖皮的羊刀、大天使以及重伤装备推荐优先合成，其余的装备表如图供参考。散件优先级是攻速水滴大棒全套。值得注意的是，纯肉装和吸血装在这套阵容里是不被喜欢的，因为已经足够肉了。我们需要做的是想方设法提升义子质量和伤害，来让对手的血线尽快到达斩杀线。强化符文推荐以下几个类别，夜幽转职不用多说，肯定看到必拿。第一类是装备类，毕竟是95阵容，能多养出一个 C 位，那么就多一层实力。第二类是借助夜幽拖时间的属性，能让我们打出更多伤害的强化，比如飞升、爬碰，技能会释放很多轮。药剂师夜幽一开始有护盾的时候就能触发增伤，采珠光纯粹的数值。第三类是人口或假人类，夜幽的假人不是一般的假人，而是多了1000护盾的假人。最后是经济类，能帮助我们快速上人口。但注意，3个强化里最好只有1个经济hex刷新的时候，记得场上的羁绊控制到只剩夜幽，然后再刷新，这样出转职的概率更高。最后是本套阵容的意图流，高清图可以到公众号手人猫咪上查看。这是一套95阵容，除了比较怕决斗大师之外，打所有的阵容都有一战之力。95能不能赢人，主要还是看自己发育的怎么样，所以打不过或许不是阵容的问题，而是选择这套阵容出了问题。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